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回来讲统帅了，但是今天讲的统帅会比较特别一点。每日特惠宝箱里面的统帅还值不值得买呢？总结来说，不值得。再见。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话啦每日特惠宝箱还是有一定的用处。我也相信大多数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转盘不会再拿回旧的统帅，拿 MG 也不会拿旧的统帅，都是会拿最新的统帅，并且进入到征服赛季你也不能马上就觉醒了大多数的统帅，这个时候就只能靠每日特惠宝箱了。每日特惠宝箱现在是已经更新到第4代统帅，所以才会衍生出有玩家问每日特惠宝箱里面有哪个统帅是值得去购买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每日特惠宝箱需要长时间累积的，并不是说你购买一次就是觉醒的统帅，除非你是购买拿到10颗金头然后马上觉醒，这个就有可能。不过我相信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应该也没有这么多金头啦，我之前也是计算过了，如果你是之前完全没有消耗任何金头的情况下，进入到征服赛季大概可以觉醒3个统帅左右。那我相信这些金头应该都会投资在最新的统帅，而不是投资在旧的统帅上面。所以今天就跟各位解释一下哪一些统帅是比较适合你去购买的。不过这里看到有曹操的国服玩家不要太惊讶，因为国际服的曹操是在每日特惠，国服那边是元已经在每日特惠的。在这个画面值得培养的统帅就只有李成桂，尽管现在已经出了诸葛亮，也是有原型范围，有恢复怒气可以打5个目标，额外再加3个目标，但是李成桂的地位依然不变。不管是李成桂在还是不在，都没有办法取代李成桂。大多数工兵优先推荐都是布迪卡搭配诸葛亮，但事实上有一些玩家还是会用诸葛亮搭配李成桂，主要是李成桂在早期就可以购买获得，又或者是转盘获得，然后诸葛亮也是转盘获得，比较容易拿到。虽然布迪卡也是在转盘里面，但是布迪卡的性价比就没有这么高，并且在后期开博物馆之后还可以额外提升。李成桂也没有严格要求你必须要用哪一些兵种，就连我这个已经是完全骑兵的玩家都要去培养一个李成桂来使用，不管是搭配骑兵、步兵、工兵都可以。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玩家会感到担忧，因为官方最近推出了终极伤害这个东西，玩家们会担心像李成桂这种技能伤害统帅之后会不会被淘汰掉。那以我个人的见解，官方是不太大可能完全的抛弃技能伤害的。或许之后官方出的新统帅全部都是终极伤害，可能没有技能伤害可以用了，但是每一次更新统帅就最多2个统帅，有可能你换掉一堆而已。甚至官方推出的2个新统帅也有一个是驻防集结，另外一个是打野仗的，也就是说还是需要用到目前我们拥有的统帅，比方说刘彻，玩家会选择用大 CP 搭配刘彻，还不至于像 CP 这样子的技能统帅马上被淘汰。等到官方要完整整个终极伤害体系，我觉得至少要等到2年时间，到时候才比较大可能出到5队全部都是终极伤害的统帅。在那之前，李成桂是肯定可以用的。当然李成桂也不是万能的，他只能做副将，跑路又比较慢，必须要觉醒才有原型范围。也就是说你们选择了李成桂就必须要把他给觉醒，不要卡技能。不过我也相信这个画面我只是推荐一个李成桂而已，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反对，因为严格来说，如果是对于那些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来讲，查理马特跟萨拉丁其实也是不错的。不过像我前面所说的，你拿到这些统帅要把它给觉醒需要一段时间，等到时候统帅已经被淘汰了没有，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但是对于一些纯兵种的玩家来讲，或许这2个统帅是有用，比方说我玩全骑兵，我还是一样有用到萨拉丁。但是现在玩纯兵种的玩家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太建议你们去搞这2个统帅。这2个统帅都不是优先推荐，而且已经有替代的统帅了。到了第2页值得培养的统帅，大家可以选择炮王。虽然炮王是第1代统帅，但是在博物馆的提升很高，像部队生命值就已经提升 30%， 而且没有限制兵种，还有技能伤害提升 10%， 还有闪星范围攻击。统帅原本的技能就有提升攻击还有技能伤害。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他是领袖统帅，所以你可以搭配任何兵种的统帅，不管是骑兵、工兵、步兵，甚至是工程车都可以。因为早期他的提升不是很高啊，就只有他原本的技能，没有博物馆的加成。但是到了征服赛季有博物馆，他的身价就提升了。像刚玩游戏的玩家、新王国的玩家可能不知道之后有博物馆这个东西，也不知道炮王在后期原来提升这么高，就错过了早期在 K1、K2 的时候培养炮王的时间。情况就跟我差不多，那你们可以通过每日特惠宝箱慢慢去买它的金头。当然的，比起购买每日特惠宝箱，我当然是比较建议你们可以用黄金钥匙开到的话，就用那个方法，尽量以免费的方式去获得。那这个画面我也是一样推荐炮王而已，那其他的统帅怎么办？图拉真不推荐吗？威廉不推荐吗？其实图拉真要看情况，假设说你的队伍比较多，比方说7队的话，有可能需要用到图拉真，但是我坦白说我自己个人带7队是已经没有用到图拉真了。
主要是现在统帅放技能越来越快，你没有必要带一个辅助统帅，他放技能又慢，等你的统帅已经放完技能之后，他才给予辅助，这样对队伍的效益太差了。举个例子，像现在我们已经有3个队伍是放技能比图拉真更快的，刘彻、项羽、霍去病这3个统帅放技能都是比较快的。如果你只是用5个队伍的玩家，你这3个统帅都已经拥有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加多一个图拉真下去。至于威廉，现在其实威廉还可以用，但是我总觉得威廉即将要被淘汰，有很大可能新的骑兵出现，他就会被移下来。虽然目前威廉还是有辅助的效果，但是他的输出已经不足了。但是威廉的地位会不会被撼动到，还是要看官方之后推出什么统帅。假设新推出的统帅不如威廉的话，有很大可能威廉会被拉下来。现在玩家会采用的2队骑兵有包括司机贞德、霍去病、威廉，或者双方的副将更换。假设要从这4个统帅里面要抽掉一个统帅拉走的话，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威廉。预计新的骑兵统帅出现时间应该是在明年6月、7月左右，所以如果你们是打算用到那个时期的话，可以暂时先利用威廉，因为威廉的训练成本也不高的关系。严格来说，威廉还是可以使用，但是它的保质期能不能保值的这么久，这个我就不确定。到了最后一页，能够值得培养的统帅，这里我思来想去，觉得只有独女而已。因为这里其他的统帅不是在淘汰的路上，就是大多数的玩家不会使用到，比方说驻防统帅，像芝诺比亚跟李舜臣暂时性驻防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不是每个玩家都需要。但是独女就不一样了，严格来讲，独女其实可以搭配刘彻的，并且如果之后官方出的统帅都是重击伤害的话，大多数都是用普攻，或者是像刘彻这样有额外的普攻，这样就可以触发到独女的普攻叠毒，让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提升，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又会把毒转成伤害。严格来说，独女其实还算是不错的。虽然它的博物馆提升全部都是工兵，但是假设官方之后出了工兵的重击伤害统帅，到时候独女就可以拿出来搭配使用了。而且如果各位有仔细看的话，大多数的大佬们他们在打关卡、打集结、打要塞的时候都是会带上独女。甚至我还有看过其他的 KVK 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是用阿提拉搭配独女，用这个方式对目标叠毒。甚至因为他叠毒叠到太夸张的关系，之前大多数的玩家都是用一个部队带独女出去撞集结、撞要塞，让对方一直在叠毒状态，就算是队伍死掉了，还是一样会挂在上面。也因为这样，逼不得已官方把这个规定给改掉了。不过独女要不要去培养，我觉得还是见仁见智，不是每个玩家都必须要使用到。只是以这里的统帅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独女。假设你要打 KVK 野战的统帅不够使用，你必须要马上去弄到几个统帅来用的话，这里就可以选择尼布或者是关羽、项羽、威廉、萨拉丁、查理马特这几个统帅，你们可以暂时卡技能，度过过渡期之后才培养新的统帅。因为卡技能的成本比起觉醒统帅是真的便宜很多，真的别无选择，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今天我所讲的推荐呢，真的是针对大多数的玩家，你不要讲什么用查理马特可以做低俗啊，或者是搞阿提拉可以去清零别人的城市，但是我想问大多数的玩家会不会这样，还有使用率跟性价比高不高？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